嗨喲，大家好，我是 Cutie Boy， 歡迎收看《神秘車次消失列車特輯》。500系有個特別的塗裝，讓它帥氣的外形增添了一點少女感呢。今天來到日本的德山車站，要帶大家搭乘的就是將在2026年5月中退役的500系 Hello Kitty 新幹線。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搭新幹線去吧，走！這一次的旅程，我們從周南市的德山站出發，準備搭乘回聲號849號前往終點博多。順帶一提，目前 Hello Kitty 新幹線每天只有各來回一班車，錯過可就沒有嘍。或許大家對德山站比較陌生，這裡呢以壯觀的周南工廠夜景聞名。但對愛拍火車的人來說，德山站最大的魅力在於這裡的大彎道是捕捉列車優美過彎姿態的絕佳地點哦。說着說着，今天的主角已經出現在彎道上了。那就還請大家跟着我一起迎接這輛最可愛的500系新幹線吧。OK， 各位，那我們今天的主角已經進站啦。那500系實際近看還是非常帥氣的，但 Hello Kitty 又讓它可愛可愛的。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認識500系，以及500系的 Hello Kitty 版跟一般版的差別在哪裡嘍。雖然之前就在網絡上看過照片了，但實際看到500系那長達15公尺的車頭，配上飛機般的圓筒狀車身，還是會被這氣勢震懾到啊！看起來就像是一台蓄勢待發的戰鬥機呀。可是帥氣的外表搭配 Hello Kitty， 反差也真的很大呢。仔細看車上每一個 Hello Kitty 也很有巧思哦，他們手上拿着沿途各縣市的特產，透過 Hello Kitty 把沿線的特色全部都串在一起了。時間差不多，我們趕緊上車吧。OK， 各位，那我們現在在 Hello Kitty 新幹線的第一節車廂 Hello Plaza。那這節車廂呢，其實沒有任何的座位，它有點像是一個展示空間，帶大家來看看吧。走進第一節車廂 Hello Plaza 是整列新幹線中我最喜歡的空間。這裡所有的座位都被拆除，改造成寬敞的展覽區與販賣部，在新幹線上真的很難得呢。車上販賣的聯名商品真的很有吸引力，就算不是粉絲也會喜歡吧。所以這個新大阪站牌的 Hello Kitty 吊飾，沒錯，我還是買了。然後就出事了。OK， 一定要跟各位講一下後來發生的故事。我在買完這個東西之後太興奮了，結果呢，我就把我的信用卡放在櫃檯上，就直接走掉了。所以等於是我在一車八車那邊來回拍的時候，我的信用卡就一直放在櫃檯上面呢。不對，還有服務員後來在快到博多的時候找到我，不然接下來我7天的旅程就完蛋了呢，沒有信用卡可以用哎。除此之外，這裡還有桌椅區跟拍照手板，可以休息打卡。桌上也有便條紙，讓你可以寫下留言，貼在留言板上。如果大家要來搭的話，可以找找看我貼的在哪裡哦。OK， 各位，稍后帶大家去 Hello Kitty 新幹線的第2車 Kawaii Room， 帶大家去看看吧。一進門，右手邊呢就是一尊穿着車長服的大型 Hello Kitty 公仔在迎接着，旁邊的行李架也布滿了專屬彩繪。身為主題自由席，這節車廂的每一個角落，從桌板、扶手到窗簾，都有着 Hello Kitty 的點綴。至於紫色的座椅呢，其實是500系原本的座椅顏色啦，但視覺上意外的不違和哦。如果想要拍照打卡的話，千萬別錯過這節車廂。離開了主題區，後方的一般車廂雖然沒有太多的裝飾，但500系縮編改造後，其實也多了一些特色，像是列車人保有吸煙室，看得出是很有時代感的設施了。而為了提升舒適度，4車到6車的指定席換上了寬敞的2+2排配置，內行人應該會發現，這就是700系的一邊乘座椅嘛。
而且第6車又更特別嘍，它是過去的綠色車廂改造而來的。雖然綠車的設備都移除了，但座椅更加厚實，追求舒適度的朋友很推薦加價號位這一節車廂哦。最後走到車尾的第8車，還藏着一個模擬駕駛台，雖然主要是給小朋友玩的，但整體其實還蠻真實的哦，稍微玩一下過過乾癮也很不錯呢。哇，終於參觀完整列500系了。雖然它現在走的是可愛風，但它也曾經是新幹線中最風光、最帥氣的存在呢。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認識500系的故事吧。90年代，雖然東海道、山陽新幹線已經在營運了，但面對國內線航空的強勢競爭，新幹線在長途運輸上顯得有些吃力。為了奪回旅客的青睞，JR 西日本決定追求速度的極限，獨自開發新一代的新幹線。為此 ，JR 西日本在1992年打造了一輛試座車，命名為 Wing 350。從名字中就可以看出他們對速度的野心。實驗最終成功跑出了時速350.4公里的驚人紀錄，為後續的量產鋪平了道路。不過，考量到如此高速下產生的巨大噪音與車體震動，500系在最終量產時將最高營運時速下修到了300公里。儘管如此，1997年正式上路的500系依然成為日本第一列達成300公里營業時速的新幹線。這輛由 JR 西日本獨自開發的極致之作，成功縮短了往來東京與博多的時間。500系的影響力十分深遠，它卓越的機電技術與高速運轉的經驗，後來成為了台灣高鐵700T 型的技術基礎。此外，後來誕生的17系新幹線，也因為有 JR 西日本參與共同研發，其駕駛台前窗與頂部的外形，也同樣參考了500系的設計呢。然而，這輛將速度追求到極致的劃時代新幹線，卻也因為這份激進帶來的妥協，為自己日後提早退出第一線埋下了伏筆。500系為了追求極速所做出的激進設計，大幅犧牲了實際營運的實用性。首先，圓筒狀的車身大幅壓縮了客室的空間，坐在靠窗位的旅客甚至有一種搭飛機的壓迫感，這也使得它的座位配置與其他的車型產生了落差。其次是車門的位置，為了配合15公尺長的車頭，駕駛室後方根本就沒有空間設置車門，這導致列車進站時排隊動線與其他車型完全不統一，使負責東海道新幹線調度的 JR 東海相當頭痛。最後則是現實的考量，500系每列造價高達46億日元，因為太過昂貴 ，JR 西日本最終只生產了9列，注定無法成為常態量產的主流列車。我那時候在查資料的時候，真的有嚇到一直以為500系有很多列，沒想到連2位數都沒有。空間、動線、成本這3大致命傷疊加在一起，讓500系上線不到10年就漸漸不受青睞。2007年，主打規格統一且兼具速度的 N700系問世，逐步取代了500系的希望號班次。到了2010年，500系全面退出東海道新幹線，並被 JR 西日本縮編改造為8輛編組，降速至時速285公里，回到山陽新幹線負責站站停的回聲號。不過500系畢竟是極具指標性的明星車輛，為了吸引旅客搭乘較慢的回聲號， JR 西日本巧妙地利用它的超高人氣，陸續推出了多款特別企劃。2014年，首度與玩具大廠 Tomy 聯名，將1號車廂打造成讓小孩喜歡的 Pirelli 鐵道玩具樂園。隔年，為了慶祝山陽新幹線通車40周年，與新世紀福音戰士播出20周年，更推出了轟動一時的500 Type EVA 紫綠配色的初號機塗裝，搭配500系帥氣的車體，再適合不過啦。車廂內甚至還設置了食物大小的初號機駕駛艙模型，
而在EVA企劃結束後，緊接着登場的就是我們今天搭乘的 Hello Kitty 塗裝。從極致帥氣的初號機，搖身一變成為串聯西日本觀光的超可愛大使。500系不僅可以帥，連可愛風也是沒問題的呢。不知道各位最喜歡經典原色 EVA 塗裝，還是今天的 Hello Kitty 版呢？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嘍。まもなく終点博多です。隨着車廂內響起終點站的廣播，這趟旅程即將抵達終點，而500系新幹線的營運生涯也同樣迎來了句點。2025年底 JR 西日本宣布這列 Hello Kitty 新幹線只會行駛到2026年的春季。OK， 各位，那又要講另外一個故事了。其實我當初得知到他要隱退的消息的時候，我整個都快崩潰了，因為他說隱退時間是春季嘛，但我原本要去拍的時間是12月，原本是有機會拍到的，但後來因為當兵的關係就沒辦法去了。但我退伍日期是在4月，我那時候超擔心4月都已經春季結束了，會不會就拍不到了？結果還好，後來確定是5月17號退役，這才有今天的影片啊！真的是 Thanks God， 不然真的沒這部影片了。不只是彩繪列車，一般塗裝的500系也步入了退役倒數。2025年10月，由 N700 系改造而成的8輛編組 P 編程正式上路。當年使500系走下希望號寶座的是 N700 系，如今要將500系從回聲號上徹底替換掉的，依然是 N700 系。雖然令人不捨，但2027年正好是500系營運的30週年，這或許也是最光榮的謝幕吧。列車抵達博多站啦，月台上也有不少人前來捕捉500系的身影，就讓我們帶着這份感動，目送他離開吧。在我深入了解500系的故事後，真的能強烈感受到當年 JR 西日本對他寄予厚望，以及那份挑戰速度極限的巨大野心。為了達成時速300公里的極速目標，他不惜犧牲車廂空間、打破營運的標準等一切妥協。但也正是這種為了追求極致、可以捨棄一切的精神，讓500系總散發出一種帥就完事的態度。即使因為這些妥協讓他提早退居二線，但他極具未來感的外形，就算放到今天來看，也依然毫不遜色。實際看到本尊，依然會被帥到呢。500系雖然即將謝幕，但他獨特的身影以及那份不顧一切的造車精神，絕對是新幹線史上最有個性的存在之一。最後也提醒大家，想親自體驗500系魅力的朋友，真的要抓緊時間了。目前他營運的班次不僅越來越少，有時遇到車輛的調度，還會臨時由 N700 系 P 編程代打行駛。大家出發前千萬要再多查一下時刻表的資訊呢。好啦，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500系 Hello Kitty 新幹線之旅啦。雖然說我們已經抵達這趟車次的終點站了，但這個新幹線還是會繼續行駛到博多南站哦。不知道各位在看完影片之後，有沒有更加認識500系了呢？或是你有被 Hello Kitty 新幹線燒到了呢？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啦。我是 Cutie Boy 神秘車次，我們下次再見嘍，拜拜。